好，接下来我们持续关心到的是有关于在中美之间有关于晶片的一个竞争。新疆现在最新推出的，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到这个算力黄金已经碾压美国了。中国大陆大家在看它有一个 AI 版本的一带一路是否在这个时候横扫全球，它的设备是否还能够出口到其他国家去呢？另外，封杀这个辉达已经推动了，正式的让中国大陆的晶片大爆发。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一场 AI 中美之间的战争的胜负，已经不是晶片跟技术原本的那些老路了，现在可能涉及到整体的，包括从能源算力到国家的战略。新疆刚刚提到的，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地壳级的翻转。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个原本是戈壁的油城呢，现在华丽转身已经变成世界级的算力帝国了。它有哪一些优势？赶快来看到，就是它的电价。先来看，其实呢，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东部沿海做相比，只有它的1/3。如果你要训练 AI 的话，你直接节省了将近达到70%的电力的电费。好，再来看呢，确实新疆这边气候比较干冷，所以也适合这些大数据中心来做运行。所以包括了多家的科技大厂，华为、阿里跟腾讯都已经进驻在当地了。现在在 AI 的资料中心也达到了39个，而且它这边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直通中亚5国、俄罗斯，还有中欧班列这边可以直接到欧洲国家去，能源、商品、技术都很容易输出。现在黄仁勋他就非常紧张了，他也承认未来限制 AI 的发展已经不再是我们想的晶片了啊，是电力。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讨论的就是电力，尤其在新疆这个地区，能够成为中国大陆超级算力的心脏吗？接下来中美 AI 的胜负真的吗？会如黄仁勋他刚刚讲的，不再是晶片，而是能源，而是算力吗？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中国这个 AI 一定是电力是非常重要的那黄仁勋讲这一话这个抑制 AI 未来发展不是晶片而是电力，为什么呢？因为 AI 确实用的电是很凶，但是很关键一件事情 ，AI 要用的电因应未来世界的需求，全世界的共同的认识，要用的电是绿能的电，而不能是用这个有对这个地球有污染的所谓燃煤或者是这个烧天然气的这种电，是要用绿电为主。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直不停的在发展所谓的绿电，包括我们讲一句话嘛，大陆有推一句话叫做这个东算西电。什么叫东算西电？现在来讲，发展 AI 的几个大型的公司包括 DeepSeek 等等这些，他们位置都在哪里？譬如说 DeepSeek 它的总部是在杭州上海，然后计算中心广州或者是这个香港深圳这几个地方，大部分在中国的东边为主。可是它电从哪里来？电从西边过来。西边来讲，我们看到包括清洁的能源，不是清洁能源，我讲的是绿能绿能包括什么？就是太阳能在新疆很多的太阳能发电厂，还有很多风力的发电厂，甚至于在西藏那边，我们看到它即将要新盖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水力发电厂，还有长江三峡像这些电力来讲，都可以供应未来的 AI 晶片所计算所需要所用，而且它的伺服器可以设置在这些地方。好，那我们讲说美国呢？美国有没有电？它当然有电，怎么会没有电？那美国用了电，由于川普他一直强调，他还是要用石油来发电，用天然气来发电，因为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对我美国来讲经济发展很重要，所以他说是绿电都是在骗人的。对。但是他们美国现在来讲，会用一种取巧的名词了它因为需要大量的电力，大概很多大型的这种 AI 中心来讲，公司来讲，他们用的是核电，他们自己在盖核电，可是他不敢讲核电是绿电，他讲的是什么？是说清洁能源那确实是清洁能源啦对，但是你未来如果说一个国家要长期发展来讲，要长期发展 AI 的这种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绿电是避免不了，绿电是最安全也对环保，也对节能的。所以我认为说是黄仁勋讲的没错这个东算西电是中国现在正在规划做一个全班大局的规划。好，东算西电，这个是未来中国大陆在发展 AI 很重要的一个制胜关键。不是只是黄仁勋说，我们来看到几位大咖也是这样说。包括了黄崇信，他说什么呢？他是阿里巴巴的黄崇信，他列出了大陆的4项优势，他也是有跟黄仁勋一样，都有提到能源。那他也讲到了大陆的优势，还有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人才跟开源。那黄仁勋除了刚刚我说到特别提到的能
能源之外，他也强调了大陆的优势，还有晶片、基础设施、AI 模型跟它的应用。两位大佬针对大陆的优势，杨老师如何解读？可不可以说大陆已经掌握了这场 AI 的主导权？我觉得黄文兴讲的5层蛋糕哈，看他讲的是能源、晶片，然后基础建设、AI 模型和相关的应用，以及就是这个就这5个 AI 模型看它应用的层面就很广了哈，软体的应用以及各个层业的商业的应用。那在这里面到底我们现在美国现在目前占的哪些优势呢？晶片、AI 模型。晶片也许现在我觉得其实还是6成到7成的领先，但因为晶片，你看像华为自己的升腾的910C，以及它现在用的就是 HBM 的技术，我们在这个节目都讨论过，那蔡委员都提过很深刻的这个分析。那其实也不能说很快的要后来居上，但是供应相关的这些使用其实有足够的空间了。那在 AI 模型这个层面呢，我们就看到美国在发展很多这种大模型，可是呢，它都是比较是就不是开源的。那中国大陆现在从 DeepSeek 到千问到各个层面，它采取都是开源式。那你开源式的跟这种闭锁型的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开源型的它可以在量身打造未来，就是说经过第2层、第3层有一些特殊的产业，它可能可以适合它自己的，不需要花那么多的这个成本。越到后面反而成本越降，那因此中国大陆呢，正如蔡崇信阿里巴巴曾经做过董事长的，他就说过中国在 AI 有4个优势：能源、资料中心、建设成本、人才资源跟开源策略。能源这个刚才列将军就讲得很清楚了，中美之间在能源的这个比较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占优势，而且是干净能源。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那这个大概已经跟基本的基础建设也是中国大陆在这边整个制造业基础建设。然后呢，人才资源，那当然黄仁勋自己讲了，5成的 AI 人员研究人员都是华裔，那当然人才资源，而且在中国大陆它所需要的这些成本更为低，开源策略。所以现在因此有个新的概念叫做 AI 成本。这个 AI 成本的概念，如果你拿中美来做这个 AI 争霸这个比较那因为真的现在还是初阶段，大家就比这个晶片然后比这个刚开始谁投的金钱比较多，所以媒体上给予大家的感觉就是哇，多少人孙正义投了多少钱，然后呢黄仁勋又投了多少钱，这个 OpenAI 募资多少，就觉得说好像他已经跑得好前面了，结果呢发现呢他只在做晶片。那可是呢，整个这个5层蛋糕发现到，它那个蛋糕根还没有做起来，而中国大陆已经一层一层的开始在这个建构了。所以我觉得 AI 成本对于将来整个 AI 的争霸会有关键性的影响。好，确实，我们现在看到中美的科技大咖都已经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它在 AI 上面的优势，但是就是美国政府似乎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它最新推出它决定要封杀辉达的一个法案。他说了，未来30个月，一切先进的 AI 晶片全面禁止出口到大陆。当然了，这个黄仁勋就很急了，他跑到华府去立刻见川普，告诉他说，因为他知道说，就算是 H200，大陆都不见得会购买，因为 AI 在中国大陆它的晶片正在快速的产能暴增当中，其中寒武纪科技目标2026产量3倍以上，那么中国大陆的晶片性能也是 H20的4倍以上了。张将军又怎么看？中国大陆不管在晶片产能或者效能全面提升之下，还需要辉达吗？我认为非常短期，它还需要，因为需要的话，它能够让它的整个的 AI 化更快。那长期的话，这不需要，长期不要，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是以3步走，你要注意到中国大陆的策略是很明确的。第一个，我们看你看大疆无人机，它在全球的市占率达到70%，所有全球任何一个做 UAV 的无人机的，通通打不过中国大陆，没有办法。这个大疆无人机在中国大陆市占率是达到90%，全世界市占率是70%。那在美国市占率多少？在美国市占率如果是消费型的，它占90%，也占90%。你看那多可怕！美国 UAV 你做一架亏一架，那买中国大陆快啊，便宜啊。第二个，你看新能源车，中国大陆新能源车的自己的市占率占76%，占全世界的新能源车、电动车，
它占了64%，三分之二是中国大陆做的。你看，大家没办法跟它比啊。第三个，铁道工程的话，48000公里，现在在营运的已经开始在跑的46000公里，占全世界的70%。你全世界的铁路，中国大陆一个国家占70%，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都是中国大陆的领袖。